我们说一款引擎润滑油哈，当然不能只是说，哎，它的数据怎样啊，它的有什么功能这样子嘛。引擎润滑油最重要是什么？你使用起来它表现如何？5000公里、10000公里之后它的表现究竟如何？所以 Renault 我们介绍过了嘛。那我个人觉得哈，如果你给我来用，可能我的驾驶个性不够疯狂，所以我们就找了我们团队里面最疯狂的来 CJ。他的驾驶就比较没有闹，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热血啦。平时几千转，红线，Iris 红线多少转？6250， 6250，所以我们就要刚好到马来西亚了哈，要换油啊，对，要换，所以我们就实际这桶交给你5W30吧，你用5W30，是的，对，试试看这一缸油用了。我们了解，Let's go。好的。OK， 我们非常果断迅速的下完5W30给你了。OK， 它的罐子有一个特别之处哈，就是它的防盗装置。就它的那个黑油罐拉上来了之后，它这只东西就推不回去了的，就变成它不能够 refill 重新包装。对，就是防伪造的装置啦，防盗版啊。然后我们知道很多黑油，其实你讲外国进口都会拿整个 container 来，然后在马来西亚就是分装，对。但是 Renault 的油是直接这样子哈，你要这罐哈，它就这样子从德国拿进来的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，至少不会担心买到假狗啊。很多是吗？马来西亚市场蛮充斥着很多所谓的假狗引擎油，已经有很多 case 被抓了。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 OK， 你这辆车现在多少毛来选？刚刚过100千，刚刚过100千，所以用5W30你觉得还 OK？Let's try。OK， 你之前也都用5W30，一直以来都是用5W30。OK， 用过什么牌子？就这样吧。OK， 高端、中端跟低端价格的产品差别多大？其实蛮大。如果是这种高端产品的话，那引擎会比较顺滑，然后不会那么容易衰竭。贵的引擎油，它的特性是，如果好像我这种怎样去兜街或者去飙车的人来讲，它顶在比较高的 RPM 的时候，会比较愿意发挥多过热衰竭哦。你可以感觉到，如果用便宜的引擎油，你一直顶着去，它的车会越来越不顺，越来越糙。它不是说油温会起，它是说引擎的运转品质会越来越低下。你会觉得引擎变粗糙，然后 sluggish 了一点。对，你好像跑云顶，或者是跑路一样，跑几个小时之后，不是讲几个小时了，可能你一直顶着6000转、5000转一直去跑，你跑10分钟、15分钟就已经是可以感觉到有差别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好像你讲的那个是它的 longevity， 它的 OK 对它的寿命啊，它的寿命或者是它的衰退程度呢？如果是贵的引擎油，它的衰退程度从你刚刚倒进去到你要换黑油的10,000公里里面，它会比较线性的点。贵的可能前面便宜的可能前面2-3千公里就 OK， 可是3000过后就感觉就一 start 车就是开始衰退，就是差的状态了。有可以听到那引擎比较粗引擎跑得比较吃力。你看会玩就是不一样，所以反正这罐油下去了咯。我们几千公里或者10000公里之后，你多久可以跑到10000公里？我多久可以跑10000公里？2-3个月。2-3个月，这样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一点。我还以为你2个礼拜就跑10000公里啊。啥咩？坐巴士啊 ？OK， 好，你站在那边就好，你不要过来啊。你知道我回去看上次的影片啊，之前我们上黑油的那一段，那个身高差真的超伤人的。你怎么这样搞？进入重点，我们油你100千的时候上了这罐 Renault 的黑油5W30，而且是 synthetic 而已啊，不是fully synthetic synthetic 而已，惊讶吗？有那么你用到现在多少公里啊？5000多1个月里面。5000。所以真的是2个月可以走10000的，可以啊，5000多你用到现在你什么感觉？刚换跟换到现在，它的 performance 很 stable 啦，就 idle 的时候会很静。比如说现在车其实是 start 着的，对，
然后我的车是有改排气管的，说by right 应该比较吵一点，对，没有。所以你用前面几款都是比较吵的。它不会说比较吵，嗯，它的那个抗衰老性会随着你选的牌子跟那个价位，有所差别。基本上只要是润滑油，你倒的只要不是倒标油的话呢，刚倒进去都会很好啊，都会很好，正常的。可是它重点是能够 last 多久？5000了还是很近啊，5000了还是很近，这一个就比较 impressive 一点。通常它会经过一段的使用日子过后会越来越吵，越来越吵，越来越吵，会 gradually 变成比较没有这样近啊，车会比较乱啊。我们讲的所谓对对，把这个5000到现在还是很 OK， 就有点 impress 到我了。OK， 第二件事，这款引擎润滑油我们选给你的不是什么很 fancy 的 performance，它就只是干净、省油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你用下来，它也没有到让人失望的程度。它胜在不稳定，就是说，无论你一直拉它，还是你慢下来，你一直拉它，你一直慢下来，它的那个油的那个表现就是在那边，很淡定。那个激烈超价的 performance 反而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，但也没有让人嫌弃的地方。它就是一款家用型的润滑油啊！你今天才跟我讲，搞错，我就是要吊你胃口。可是这个油它。比较让我 impress 的是它的抗震能力跟它的那个抑制噪音的能力真的很好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车现在挨着它，就是有人觉得每次 start 车很潮，很陡，很震，这没有，它就完全有另外一个个性，就是即使你改了排气管，它都还是可以很真的真的。我平时借的那些有些媒体车啊，就是我 start 这车哦，那个声音超级吵的，可是你的就是里面还开着冷气，对，在跑着，就是你的抖动真的是这一点点啊，很好啊。而且我们是跑着上来云顶半山了哦，而且这个 engine 是旧 engine， 跑了100千公里的，现在接近110了，是，好，蛮令人惊讶。我觉得这里有点冷，这样我们要来实际测试，它的上山表现。1辆新的引擎润滑油，在跑了5000多公里之后，然后我要继续上山。你要打的了你，好，我们要测试嘛，就马来西亚最有测试价值的山路，你觉得是不是云顶？某程度是吧？某程度是那条啦。对，但是你的1.3有一点小吃力了。哎，蓝牛上树啊！蓝牛上树。我们为了这次的测试因为我是觉得说，有些东西不要只是我们讲而已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证明，对，怎么去看这个油的表现，所以我们就去搞了一套三环表，就是油温、油压跟这个水温表。对，我们就可以实际看到，就是这辆车在一个极限驾驶的情况下，它的油温、油压跟这个水温去到什么程度？主要是油温呐，油温还有油压，油温还有油压。但是好像据说你安装这个表的那间 workshop， 改车，对，踩地雷是很正常的，是踩地雷很正常啊，只是这个 workshop 不 steady 啦。改摩托不 steady， 不是我讲啊，他讲的，改摩托依赖非常的糟糕，还要砍我们多一次，讲好价钱还要涨价，真的是很不行。主要是它会热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车没有速度，可是你是 high RPM，所以105度来讲其实是很不错了的。刚才我们上云顶，基本上从 Garak 的那一个 BP 油站，对，然后 all the way 到云顶的 exit， 然后再插到来果冻加压这边，油门都是在全下的状态，全开，而且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对，我平时驾车也是这样子驾的。它这样子下还能保持105度，很厉害了，已经很 OK 了，很厉害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先讲，我坐这个人的车这么多次每次听他的车，他的路费表就在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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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红线，就是他的车都是在6000转的，没有力这个人有病。所以你要想一个引擎润滑油，而且还是新的而已在经常6000转的情况下，跑了差不多接近6000公里，这个
润滑油的品质仍是非，就是这个 BB 的声音，就是它现在的转速已经是过6000转了，6000，就是红线了。对啊，另外一个 GoPro 应该有拍到，我们不看车速，我们看转速，因为车速也没有很快。没有啊。如果你们我觉得你跑这一段路比刚才那边还 OK 嘞。还没有陡坡啊，OK 有啦，陡坡就小死了了。对对对对，哇，没有力啊，没有力啊，有没有很快噻？才60，没有啦，80啦，80、70 OK 了 ，OK， 60吧，跟我载满人上云顶差不多啊。你用什么车载云 ？OK。没力啊。所以真的，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长期6000转、长期5000转、6000转的情况下，已经行驶了一个接近6000公里的 mileage，你的引擎油的 smoothness 还有这样的状况？还有，对，我不敢讲它高转速的 smoothness 到底有没有变好还是变坏了。我们公平一点来讲，可能它很稳定。那个是心理因素多啦。它比较有明显感受到的是，它 start 车的那一个，就平常驾驶的那个柔顺度是跟新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我觉得这款引擎润滑油对于那些很要求，就是 start 车的时候引擎很吵啊，引擎很大声啊，你的 engine 上年纪了啊，你的 engine 上年纪，你觉得哎呀你不喜欢那个 noise vibration 的，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润滑油。然后即使你要它一点 performance， 它不会给你失望。不会失望了，不会失望。我看你这样讲，我觉得马来西亚99% 的使用户用这款引擎油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应该都是 more than enough。我驾车，讲真的，我的引擎蛮 heavy use 的 ，OK， 因为我的车6000，哎，一个月走5000多公里是什么概念？烂跑啊，我烂跑，烂跑，渣男。对，我的车从拿车第一天开始到现在，就的 moment 我拿车，年轻人开心嘛，拿到车就没有 run in 的，我直接你就是 run in 啊，一出 showroom 就直接全油门了，全油门了，就是哔了啊，直到干到红线，然后这辆车才用了。我2020年买的，到现在2020年4年100千，4年100，差不多110千，其实很夸张的高mileage啊，正常来讲。可是所以我不敢讲我的引擎是在很好的状态，但以这个岁数的年龄来讲还能够给到这样的表现，是很不错，真的。来，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表是什么。来，最左边的这个是水温表，中间的这个是油压表，对，右边的是油温。油温高对引擎来讲不知会不会爆，只是它会越来越失效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引擎油它有那个 viscosity rating 就是0W40，对，它超过一个特定的温度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有了那一个 viscosity， 它会越来越稀。OK， 怕的是它开始蒸发或者是变成气啊，对，它会失去有那个粘在那边的效果，它会直接变油漆。是的，所以它可以有维持稳定105、90啦。到110是一个很好的 condition 呢，很好啊。对，我现在是基本上速度车很慢，所以你的车头没有办法装风去散热。然后 RPM 又这样高。对 ，RPM 真的很高。而且是一直拉着上来。油温已经开始给警报110了，反正无所谓啊，因为我 set 的比较低。你 set 它110就交了啊，所以110正常啊，正常啦，你的。森林人OK， 如果要跑也是这样子的。有，如果是加别的车的NA 车啦，NA 车普通是100多，不过它现在这样潮是有点烦，我应该要调高一点。你要讲可以调了没？没诺去调了，后面那边按钮的无所谓不要理它。OK， 所以它就是维持110，你继续跑。看咯，就不好意思读者他不好意思了，他有点烦。第一次听他叫，第一次，所以跑云顶真的对你的车来说太吃力了。是有点啦，因为我们一直看起来好像很激烈，其实也是2号牙红线。你今天真的是很努力让它发挥到极限，挤一条毛可以。他就停在110，他真的不会再上熬给大家看他响的样子。我敢讲，在10磅里面它不会这样啦，因为至少你有快的对，你有速度，它就有散热。对，中间这个表油压表，为什么它一直好像不稳定，一直跳？正常啊，
因为那间 workshop 的功夫好像不够位，不到位。是有这个因素在的。对，没有力啊，老板，我们可以换车。好，我们下次换比亚迪。耶，老板换车。给讲明啊，刚才我们从那一个第一个都GoPro上来，基本上就是全油门，全油门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在很快的速度下抵达终点了。到了Theme Park了。对，然后110度正常油温，正常油温，全部正常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实火，我们停在一边，然后可以去外面听一下的那个 engine 的声音。就一镜到底啦，不要说我们有作弊啦。对，就是他在凌虐他了之后再来听他的引擎声。对，外面的其实刚才也是那个情况啊。我们从山下上来，我觉得这个引擎油最 impress 我的地方是这边。通常引擎油经过就是它经过蹂躏过后，它的引擎会就很乱一点啊。有吗？你刚才驾下来有觉得吗？没有啊，还好，稳。它的抑制能力蛮好，它抑制噪音跟抑制震动的能力很好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听哪里？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就是没有到110了，109。可以 set 它几度开始跳，几度开始叫？可以，3个都可以。OK， 所以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换福利下车帮track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look forward to it。下车帮还好玩过来云顶。车慢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下来，马上就降下来了竟然它油的散热，它就很快降下来。对，它其实这个油另外一个特点，我也是发现到蛮 surprise 的。它的油温升跟降都降得蛮快的。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。可是对我来讲就蛮有影响，因为我整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有去做一些。激烈运动激烈运动，对，激烈运动不是多人运动，激烈运动，自己一个人激烈运动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它的引擎油，只要你的车大车了过后，它 warm up 的速度很快，从0度到所谓的 optimum working temperature 是蛮快，然后你的车停下来了，然后你让它在那个油温降下来，它也降得很快。这个也让我感觉到蛮神奇的一点。OK， 通常油它的那个温度会 stay 一段时间，是，可是它的油温会蛮容易降温，也蛮容易升温。容易升温是不是好事？其实是好，因为它能够让你的引擎更快的达到。对，我们听这边的是马上达到它的运作该有的表现温度。对，所以你不用等太久。是，而且 cold start 的时候。很多人喜欢 cold start， 然后他没有 warm up 就拉车，对，包括我。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拉车的话，它的油温就会很快。如果你油温升得不够快的话，就代表你引擎还没有在fully力润滑的状态下就开始运作。对，其实是很伤引擎的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所以不大建议大家这样子做。我比较不 care 啦。那个油它就你去拉的时候，它很快就达到工作温度。是。然后如果你不想要玩的时候，你慢下来，好像刚才这样110度。对。这样我们稍微停一下子，当然在云顶可能会比较凉一点，可是它一下子就掉100度。是。其实是很让我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。OK。不是所有的油有这样的表现。这个是比较让我惊喜的地方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就一进到底去外面的 engine 盖，你可以停下来听声。我们现在就去 start 住啊 ，start 住 ，OK， 画面就不断了啦。我直接把 GoPro 拔下来，我们去前面看。哎呀，哇，没有什么声音的，是没有啊。那个哒，安静啊。那个哒不是 knocking， 是 VVD engine 有的 push valve 声来的。可是我觉得风扇就是冷气。冷气。上云顶哪有人开冷气啊？我啊，我没有特地去做什么啊。所以我的车by right改了这个排气管，是它应该会比较吵一点的。你之前用了几款引擎润滑油都还是比较吵的。我只是讲这个是最近的了，最安静。它可能不是最高性能的，可是它是最安静。是，它没有这样乱了。你看刚刚跑回来，都还好好的。对，真的。我们大家知道啊，这是刚刚跑完
一路从国东家要全油门上山的引擎，对，然后还是处在一个非常 chill 的状态，它是蛮 chill 的，真的很 chill 这个引擎润滑油。没有你有说那个引擎感觉到特别的哒哒哒哒哒或者很粗糙，没有，因为这怎么改要排气管呢？可是它就是它挨的应该要更潮，可是没有就没有哦，然后引擎也没有讲很干燥啊，就风扇声还大过 engine 声。可是大部分人来讲，你想要的 engine 油无外乎就是让你的引擎得到更好的保护，对，更好的润滑，是，然后大部分人讲求的是引擎要顺，引擎要静。这样我用到这款引擎油，它给我最大的 impressive 的地方，不是它再有多好辣，而是它对于这种表现，它的抗抑制能力跟它的宁静程度，真的是我们意外的发现，这一块原本不是我们要 explore 的东西，这个是，然后意外发现到它很厉害在这个地方，这超厉害啊！这个不是新引擎 ，OK， 这引擎100千了，然后100千里面都是加到很没有脑的然后那种，还你看这种就是改过的痕迹，改过一点点，这种伤痕，被人蹂躏的伤痕。自己打码，我不要打码。对，所以我这影片出来的结果跟我们的原本的构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哦。可是其实它更符合我觉得一般消费者要的东西。对，宁静舒服。我真的听到很多人讲Start很吵，所以换这个可能真的是。对。然后你省油，应该我觉得你拿不到答案的。哎，5000转的人不要讲省油了，真的。5000转的人不要讲省油了。我家 Iris 可以加到比 Evo 次油的时候。OK， 我们下一款换福利 USVO Ultra Strong Viscosity Sax Pump Track。Let's see， 很期待吗？OK 的，我没有问题的。So， 如果你是，因为怎样讲，我这辆车呢，好像我之前讲的是三年多以来，我没有特别顺去驾它的。对，我知道啊，引擎都是一直第一天开始就5000、6000转啊，对，第一天。如果我对车的引擎可以经受到这样的折磨的话，这样大部分的车应该可以啦。其实我有一个很狂的妄想，因为这款引擎润滑油它标榜着 cleaning， 我很想跟你开来看它的 cleaning 可以到怎样的程度。小咩，留守我们的 shot， 我们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做了，就会放在那边。OK， 包 gasket 给你，全部给你换到完。随便的，你要帮我换一根筋，我 OK 的。OK，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。有没有 subscribe 我们channel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